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哈皮亚频道。我们的频道将在周五每2周一更，欢迎大家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我们更新的提醒。又到了1年1度的中秋佳节，在往期视频中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中国4大传统节日中的春节、清明节和端午节。而中秋节也是4大传统节日之一。中秋节又被称作祭月节、月光诞、团圆节等等，起源于上古时候人们对于天象之中月神的崇拜，由秋夕祭月演变而来。在汉朝时期，由于南北地区文化融合而普及，并且于唐朝初期被认定为官方的全国性节日。到北宋时期，中秋节已经盛行，成为普通的民俗节日。根据史料记载，祭月节最初被确定在24节气中的秋分这一天，但在历史的发展和历法的融合下，变成了农历的8月15。今年的中秋节是9月21号。在中国，从2008年开始，中秋节已经成为了法定节假日之一哦。和其他传统节日一样，与中秋节相关的习俗也有很多，首当其冲的都是和月亮有关，例如祭月、赏月、吃月饼。又大又圆的月亮和做成圆饼状的月饼，都象征着人们对于亲朋团圆和生活圆满的美好愿望。除此之外，8月桂花遍地开，人们也会在中秋观赏桂花，喝桂花酿成的蜜酒，吃桂花做成的各种食品。还记得去年中秋节我们制作的频道特辑鲜肉月饼吗？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详细介绍不同的月饼种类和品牌。和中秋节一样，月饼也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并且根据不同的做法、形状和口味分成9大派系，每一派都有着自己的老字号月饼品牌。首先，大家最眼熟的就是广式月饼了。虽然诞生于广东地区，但是现在在全国都很受欢迎。它们的造型精巧，口味香甜，馅料的品种也有很多，莲子、板栗、蛋黄、水果、蔬菜、肉类等等都可以被包成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颜值很高的冰皮和水晶皮的月饼都属于广式月饼。作为留学生能轻易买到的美心品牌的月饼，就是制作广式月饼的老字号品牌。第二类京式月饼也很有名，起源于京冀地区，在北方更受欢迎。它们外皮略厚，口感松软，但馅料常常含有桃仁、冰糖、莲子等，所以质地偏硬，口味或纯甜或纯咸。老字号北京稻香村就制作着不同种类的京式月饼。名气仅次于广式月饼的苏式月饼源自苏式糕点，深受江浙地区人们的喜爱。它们色泽美观，有着和京式月饼类似的形状，但是皮薄且酥脆，馅料有龙沙、果仁、果蔬等等，更清淡不油腻。创始于1903年的杭州五味盒就以老式手工月饼出名。线上销售较少，但是线下老字号很多的潮式月饼又被叫做老饼，盛行于广州东部和潮州地区。它们形状多样，其中最有名的是漩涡状，饼皮洁白，大多以酥糖作为馅料，甜而不腻。荣成和佳妮娜品牌的潮式月饼就做得非常正宗。起源于云贵地区的滇式月饼极具地方特色，馅料里含有滇式火腿丁、果仁、鲜花和菌类等，口味甜中带咸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其中火腿月饼和鲜花饼最为有名。1907年成立的吉庆祥从开始就以制作滇式月饼为主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硬壳火腿月饼。
晋式月饼代表了山西地区的制作工艺和特色风味，虽然市面上不多见，却仍然和广式月饼一起被称为南广北晋。作为中国的月饼代表，配料里含有胡麻油、黄豆油、红糖、红豆、红枣和鸡蛋等等。山西双合成品牌的郭杜林月饼就因以面为馅的特殊制作工艺而闻名。由苏式月饼和广式月饼结合演变而成的琼式月饼盛行于海南地区。它们不仅有着广式月饼糖浆皮的软而不黏，也有着苏式月饼油酥馅的酥而不脆，低糖低脂，自成一派。位于海口的老字号糕点铺琼珍就售卖代表了琼式月饼的红心月饼。台式月饼正如名字所示，起源于台湾地区，虽然和广式月饼略有相似，但是饼皮有糕皮和酥皮两种，又以白豆、椰子、可可作为馅料。1993年入驻上海的品牌元祖就创建于台湾，店里售卖的月饼就是典型的台式月饼。最后一个月饼的派系是哈尔滨的哈式月饼，也具有着北方月饼的特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川酥月饼也是哈式月饼的一种，虽然名字里有川字，但是和四川并没有什么关系。了解完中秋和各式各样的月饼，你有在中秋节一定要吃月饼的习惯吗？之前有没有和家人一起亲手做过月饼呢？最喜欢吃什么种类的月饼？觉得不好吃的月饼又是什么呢？想到被5仁月饼支配的恐惧了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这类小科普型视频，欢迎点赞、转发、收藏、订阅我们的视频和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视频上线的提醒。我们下次视频见。